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你们的日更博主 Set， 经常来讲一下 TunerScale 安装 Grafana 和 Loki 采集所有应用的日志。之前呢，我出过一期来整个 NAS 的指标，也就是 CPU 占用啊之类的。但是呢，我一直想做一个日志的采集，也就是说指标的采集其实不是那么重要，你只是知道它的占用、内存、硬盘之类的一些基本情况，但是我们没有办法知道它的日志。日志里边可能会包含一些警报、一些错误，所以呢，我们今天来安装这两个应用来采集我们的所有的日志。可以看到呢，这东西是比较简单的，我这个安装都没有具体写，然后我们就写了一个配置。这个比较重要的呢，其实是它的面板。我说了一下，针对这个 Loki 和这 K8s 的面板是比较少的，我也仅找到了一个比较合适的。我也打开了 Traffic 的访问日志功能，这样配合 Traffic 可以看到我们的所有的访问记录。可以看到我这里，然后呢，你也可以看到某条，比如说这一条，我们访问的这个是集群内的访问，我们换一个，比如这个10.0.0.199的，这个就是我的电脑，它访问的它的头，然后访问内部的 IP 的端口号，然后访问的服务，这个 Helm 就是我的首页。它都是非常的清楚完整的记录在这里，也就是说，虽然我这里是没有外网的这个例子，假设你把这些，就比如说把我的这个首页，或者是把我的这个 Home Assistant 暴露在公网，我们可以通过这个日志来查找有哪些人来访问过。同样呢，这只是一个用法。再比如，我们可以看我们其他的应用，比如说我们这个。它也是有一些日志，我们所有的日志呢都可以在这个面板上面直接来进行查看。像以前如果没有这个的话，我们需要输入命令，然后或者是在这个里边一个一个点日志才可以查看。好了，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实践来操作一下，从安装，然后到这些配置。其实安装是比较简单的。首先呢，我们要安装这个 Grafana， 我们这里直接搜索 Grafana 就可以了，然后点击安装。这里呢，我只是进行一个演示，只要改一下这里的密码，然后用户你也可以修改一下。这里我们是不需要安装的，不需要添加东西，一切默认，就一路往下就可以了。这里保存，它就会部署。然后同样的要安装一下 Loki。安装这个 Loki 其实是同理的，我们也只是需要复制一下它的名字，然后接下来全部都是默认安装就可以了。安装登录之后呢，我们会看到这样的面板，这里你们应该是空的，然后我们需要添加它的源，也就是我们的将 Grafana 和 Loki 连接起来。我们点到这个设置，点到这个数据源，然后呢，这边你应该也是空的，然后我们点击这个添加源，我们点到这个 Loki 的名字呢，大家可以随意，然后它的这个 URL， 我们这里使用它的内部 DNS， 也就是这里一串，注意这里你安装的时候名字要和我一样才可以。那我们直接 Save and Test， 它这里就会成功了。我这里因为已经部署过了，我们就删掉。然后呢，你也可以安装这个 Prometheus 同理的，我们直接搜，这样点击这个安装，然后一路向下就可以了。然后呢，我们也一样吧，部署一下，我们直接点一下看一下就行了。它这里也是我们是要用它的内部的这个 DNS， 为什么要使用内部 DNS 呢？这样的话，它就不会经过你的路由，它只会在它的机器内部进行访问，这样的话可能速度会更好一点。这里也是只要填一下这个地址，我会把这个地址也放在我的博客里边的。然后 Save and Test， 那这里变绿了，我们就可以退出，就可以看到是这个样子。然后呢，我们需要安装一个面板，我这里给出了链接。
Grafana 的面板呢，它每个面板在它这个市场里面都会有一个 ID，就比如说这个，它会有个 ID，我们 copy ID， 然后鼠标指到这个加，这边有一个导入，我们复制这个 ID， 可以看到呢，我其实是已经安装过了。它这里呢会让你选一下这个资源，我们就选它 Loki， 因为我这已经安装过了，它这里会报错，就是已经存在了。然后我们这里就不重复了。这里安装好之后呢，我们可以鼠标指到这个，我们点到 Home 或者是这个浏览，都可以看到我们刚刚安装的这个面板。这个面板具体怎么使用呢？其实也是很简单的。我们点进来之后，你想要看哪个应用，我们可以在这里边选，或者呢，我们直接可以搜索，比如说我们点输入就可以了。当然，现在还是不能实现像我这样的这些访问日志。我这边先说一下这访问日志。我们同样也可以使用这个过滤，就比如说我的这个 NAS 本来也是用它反带的，它的域名是 NAS 点这个什么点 com 是吧？我们这里直接可以输入NAS 回车，就可以看到访问这个域名的这些 IP。同理，它不仅仅是可以搜索域名，你甚至可以搜索这个 IP 地址。就比如说我这个电脑是199，也是可以看到的。同样，我的手机应该是192，也可以看到它访问的这些东西。可以看到它访问的这几个都是 Home 是我的 Home Assistant， 然后它的这个信息都是非常非常的详细。那接下来呢，我们来演示如何实现这个 traffic 这些的日志访问的这些日志。我们先找到 traffic， 然后我们点击编辑，然后呢我们往下找，这里有一个 access log， 就是它就是来记录我们访问日志的。我们点击启用，而且这个启用之后呢，我们点击这个 open， 在这里也是可以看到的，它的 access log 是 on， 就是打开，然后我们就可以在这里这样来使用了。好了，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。如果对您有所帮助的话，请一键三连，这对我很重要，非常感谢。